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邀请一位青少年朋友来做一个分享。那他叫朵朵，今年18岁。那其实他作为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学生，都是有他成长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经历的。那他如何跟家里人有一些矛盾啊，或者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什么烦恼啊？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一个分享。还有他跟父母之间的一种相处，他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抵触。那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由朵朵去分享给大家听，让现在的年轻人还有父母去多理解一下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是怎么样的。大家好呀，我是朵朵，然后我今年是18岁了，来思觉基因学习已经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了。那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这1年多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因为我本来是打算去英国读书的，但是在高2的时候就在西安就知道了这样的一家公司，然后所以之后也决定就放弃学业，就跟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从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师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你要学会去做你的人生规划呀，包括你以后你要上什么大学，要读什么专业之类的，你为了要读到那个专业，你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那其实这样子的话，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好像是很难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因为其实更多的是有一个不理解吧。那其实当时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疑惑呀。那后面来了思觉基因，跟大家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知道原来自己的这种不理解，原来其实好像时下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会有。那其实刚开始也会担心，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会比较负面啊之类的。那后面才知道，原来是现在很多人他们的价值观跟以前的人已经很不同了。那可能也会不明白，就比如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父母他们好像看着他们的一些想事情或者做事情的方式，或者他们在盲目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会觉得不理解，但是同时也会问自己，哎，为什么自己看事情要那么负面呢？好像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世界都有很多负面的看法。那其实也是有一直困扰着我的。那包括因为有面对像社会上、家庭，包括学校里的一些压力呀，其实也一直有找不到出路的这种感觉。那这也是为什么听说现在年轻人的一些自杀率呀都比较高，都要这样子去寻短见啊之类的。原来我来到这里之后才知道，原来好像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那可能会觉得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好像看着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愤怒啊，或者这种对立、争吵，会觉得好像很莫名其妙的感觉，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那包括好像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对社会上的一些感受，或者说对父母给到我们的一些期望，更多时候都会觉得是很无厘头的。那接下来我也会去解释一下具体是哪些方面。刚刚有讲到，就是在学校老师会让我们做一些人生规划啊之类的。那后面有去思考，发现原来其实好像很多人他们的一生都基本上是要去上大学、找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好像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去走。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是真的有很多不理解吧，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好像都这样子被推使着要这样子去过完自己的一生。也有问过我的老师啊，包括家长朋友，就为什么要一定去上大学啊？而且都是要去追求所谓的一个好的大学，一个名牌大学。那他们有回答说，就可能你有了好大学，你才能
找到一份比较靠谱的工作，你才有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资本。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这样子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一直也有尝试去思考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者说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呢？但其实这样子的思考，因为暂时它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得不到一个解答，所以其实让我产生了就甚至是厌学的心态吧，就直接不想去学校。那后面19年年底的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就决定跟我妈妈去思觉基因这家公司去了解一下他们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妈其实有跟我简单讲解一下，就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吧。那我也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就像是生命科学呀、性格呀、基因之类的，我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后面到了西安之后，也有上了几节座谈会。那通过座谈会的学习，其实更多的了解了我们生命背后的运作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了，但是总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呢？好像总会面临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包括财政上的失败呀、人际关系或者说事业上的失败呀等等。那上了座谈会之后，发现原来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的，这些其实都源自于我们祖先的一些战争啊，包括互相之间的厮杀，已经产生到了很多的畏惧心。那这些情绪其实会记录在基因里面的。那不只是人，包括其他动物啊，还有植物世界也是，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一些情绪，包括他们所谓的想事情的方式，这些都会被记录在基因里面，然后会不断的重演出来。这就使到我们天生出来可能就基于一些畏惧心，或者说一些愤怒啊之类的，就推使我们盲目的要去做一些事情，使到我们有一些欲望要去达成。那当我们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结果往往是失败的。那如果我们反过来用一些正确的方式去做事情的话，那其实我们整个生命的境况是会改变很多。那后面经过1年多的学习之后，当我了解到了更多内容，也会想跟其他人分享啊，那就包括我的父母呀，我的妈妈也会想跟他分享。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遇到一些摩擦和矛盾吧，就可能父母跟孩子之间沟通上的一些问题。打算跟我妈妈分享的时候，那可能有些时候刚开始出于她的一些不理解，可能就会有一些小气啊，或者说不满啊，觉得你是我的女儿，你还要反过来教育我，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花谁的钱啊之类的。那这样子反而不能帮助到她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像已经卡死在这里了。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思维也是现在父母很常见的，因为他们可能担心孩子没有智慧啊，担心孩子的生命里不能获得一些成功啊之类的。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也是知道父母对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些期望的，那只不过他们的价值观是很不同的而已，可能他们没有去在金钱或者名利上面去追求，反而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能找到一些觉得真正有意义，能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情去做，而不是盲目的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那这样子的价值观究竟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真的会使到孩子好像整个生命就失败，或者说甚至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呢？那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发现好像成功企业的创始者吧，其实他们刚开始的一个出发点都是去想要做好一件自己真正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盲目的被这个社会牵引着去走。
那就像我之前有提到，其实我们包括父母他们这样子的价值观也会造成家庭关系上面的一些不和谐，可能因为在工作上的一些害怕呀，一些要跟别人去竞争，一定要赢啊等等这些心态，可能他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面临了很多一些烦恼和不如意的事情。那很有可能回家之后就会向孩子发脾气啊，或者说把自己的压力施加到孩子身上。那对于孩子来说，一方面是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要在社会上立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未必会理解爸爸妈妈的这样子的压力。那可能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很不同了，不能明白为什么父母一定要在工作上面跟别人去竞争啊，这样子要去赢得一些东西回来。那这样子就使到好像双方的沟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孩子只会觉得你遇到了一点这么小的事情，你就回来跟我发脾气。对于孩子来说，他在学校里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可能考试成绩呀，或者说老师同学跟人相处方面也会有一些烦恼之类的。那到家里来之后，也未必会选择跟爸爸妈妈讲出来。其实这里就是有沟通上的一些困难在这里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好像感觉父母跟孩子之间都有很多的代沟，因为最基本他们之间的价值观都是很不同的。如果父母不能理解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些想法的话，就算孩子他们可以去理解父母的价值观，但是不能够去认同的话，其实都是很难沟通的。那其实最困难的便是父母，他们好像并没有能够把自己面临着的一些问题很直白的跟孩子讲出来。那如果他们可以跟孩子很直白的讲出来说，我最近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烦恼啊，可能没有能跟你很好的去沟通啊之类的。因为父母他们可能并不会这样直接的跟孩子沟通，反而会觉得我不开心，那你就要听我的，或者说会把压力强加在孩子身上。那包括沟通方面也可能不会去真正询问孩子，真正去关心一下，比如说你未来有什么理想啊？你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呀？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追求啊之类的？因为不断的强加这样子的压力到孩子身上，可能这样子长期下去只会使双方越走越远，只会使大家好像这些不开心或者说矛盾越来越多。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去学习去理解生命背后的运作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原来我们面临的这些困境都是跟我们的想事情方式和做事的一些方式有关的。那当我们尝试去改变自己的思维或者说做事方式之后，我们生命当中自然也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那是当我们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之后，我们的心情自然也就顺畅了。到家之后，可能跟孩子的关系也会有缓和。那后来我就了解到，原来思觉基因他们在20多年的研究里面，发掘出了一个独特的光谱视觉功能。那这个视觉功能呢，可以就了解到原来每一个物质它都有自己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它都不断的在发放它们自己的意识频率来影响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啊，或者说一些想事情的方式。那如果当我们学习了这样子的一个视觉功能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我天生出来性格上面会有哪一些的弱点，或者说哪一些比较执着的部分，会使到我们有这样子的价值观，或者说会使到我们跟父母相处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固执的角度。那也会明白原来这样子的一些思维和想法其实都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些问题的根源之后，
我们就可以学习用一些方法，怎样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那我们可以知道用一些方法是可以减低我们基因里面那些寄存的古旧的资料所发放出来的频率的，因为这些频率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就会使到我们看事情比较固执啊，或者说比较死板一点。那当我们知道怎样去做，再加上一些教育之后，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的这些思维方式是直接跟基因有关系的。那当有了这样一个全方面的一个配合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古旧的思维是怎样给到我们一个推动力，使到我们盲目的要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要去追求一些事情。那相反的，我们明白了之后也会更加容易的，或者更加顺利的可以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到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大的转变。因为我们很多问题的来源其实就在我们想事情的角度，因为可能很多时候都会很坚持自己的角度，很固执，或者说不肯听别人的。当然别人因为也受到基因的限制，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理解别人，然后又互相这样子各执己见的话，自然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沟通方面的一些摩擦。那反而我们要学会怎样去迁就别人，怎样去理解别人的角度。如果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可以把它做到很和谐、很中立的话，那我们自身也会少了很多烦恼，也不会容易有那么多的愤怒、负面或者说畏惧，情绪也会更加的平和。那在学业或者说事业上面也会顺利一些，身体方面也会健康很多。谢谢大家。那其实现在的孩子他们非常的独立，他们知道做什么东西会拿到他们的快乐。那如果我们的父母要用自己的方法要压制孩子的话，那只能让孩子跳不出来，他们怎么样挣扎都会压制住他们，那他们的话就没办法得到快乐。那现在的孩子他的承受能力比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上一代人都要低，因为他们的脾气是比较暴躁，基于他们的一些记事而形成的，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记事。我们有机会听座谈会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讲解。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比我们的父母还有上一代人，我们要理解到他的很多的一些不满也特别多，那我们变成理解到他们很多的一些情绪的产生，很多怒心的产生，都是因为他们有看事情有很多的一些不满。家长要知道孩子的感受跟我们的感受很不一样，甚至是完全不同的。那千万不要说这有什么好紧张啊，这么一点小事情，我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其实我不可以这样去看待，因为其实现在孩子的这个意识的世界是会比我们复杂很多的，他们的承受能力也是比我们上一代人或者老一辈其实是这种接受能力是差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新闻里看到有一些孩子听到老师讲一句话，或者是父母骂一句就跳楼自杀了。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新闻，中国也很多这样的现象。所以其实父母应该要觉醒了，就不要这么固执。那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说父母教育他如何去跟孩子沟通啊，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分享。谢谢大家。